金沙江自青藏高原奔涌而来，穿行于高山峡谷之中。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象家坝4座梯级水电站自上而下，为金沙江下游镶嵌了4颗世界级水电明珠。中国水电人用智慧、实力塑造着清洁能源新高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也考验着建设者们的决心、勇气和担当。绿色工程不断升级提速，天蓝、地绿、水清的能源走廊正在描绘江河，重塑山川。党的18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为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水电开发理念，中国三峡集团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金沙江下游河道狭窄，水流湍急，江中栖息着许多喜流水生境鱼类。每到繁殖季节，它们会逆水流上溯，洄游至上游进行产卵。而水电站筑起的高坝，难免会阻挡鱼儿的去路。为它们打开生命的通道，是每一座水电工程都要解决的难题。2014年，顾公开来到即将开工建设的乌东德水电站所在地。在此之前，他先后在三峡水电站工作7年，象家坝水电站工作近10年。作为一个浙江人，顾公开和长江渊源深厚。自长江下游来到长江上游，又从长江上游来到金沙江下游，多年的工作经历就像鱼儿一样溯江而上。为了帮助鱼类越过巨大的龙门，顾公开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对于我们下乌东德近300米高的这个大坝，国内是没有直接过鱼的先例，所以在乌东德环境影响评价阶段，我们推荐的是常规的集鱼船方案，通过船舶占用诱捕鱼。但是在金沙江，特别是在我们乌东德区域，江面比较狭窄，水面呢流速非常大，就比较湍急，礁石也比较多。这样我们分析呢，传统的这个集鱼船在我们这里就难以适用。于是我们就和这个设计单位一起在想办法，就想这个研发一种创新的过鱼方式，寻找一种更加安全、可靠、高效的集鱼方式。所谓集鱼，是要将江中的鱼类收集起来，这是帮助鱼跃龙门的第一步。我们主要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我们选定的地方有没有鱼，能不能集到鱼，这是最关键的。我们切鱼现在在那个位置，大概离我们离岸边大概有多少距离？离岸边大概就是20米，离水边20米，离我们现在站这个位置大概就是40米的话，然后下面上下也是有40米。我们这个往下放的时候，这个垂线上就测3个点，对是吧？测3个点，一条线大概就是要5分钟。
冲满做。这个14.87，有0.4的那个入水声。选定的地方能不能按期修建完成？因为它涉及到水下修筑的问题，难度非常大。尾水集一站的地方，我们现在探讨一下，就是说接的这个4号尾水这个地方是否合适。经过现场调研和反复论证研究，对流场、鱼类的分布以及上溯路线等进行详细分析，在右岸4号发电尾水出水洞的外侧区域建立固定集鱼站的方案逐步形成。当鱼类在急缓流交界处聚集，会从进鱼口进入收集设施。短暂的自投罗网，为的是乘坐电梯。鱼类集中后，底部集鱼斗会通过升降系统提升，将鱼类收集至地上。你可以重心往前移一点，重心不要往外面啊。2019年7月，乌东德固定式集鱼站开始效果式运行。不准备就绪，放。集鱼设施缓缓启动，2个小时后，结果即将揭晓。这样流程和结构的集运鱼系统，在国内还是首创。对于团队来说，这是检验其成功与否的关键时刻。我们心里虽然不敢说100%成功，但期望值还是非常高的。但是这个方式毕竟是首次创新设计和第一次试运行，心里还是非常忐忑。这不仅仅是对我们集鱼系统设计建设的一个检验，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集到鱼，能不能实现对鱼类的保护，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也是我们压力的根源。理工升吧。为鱼儿量身打造的专用电梯，让鱼跃龙门的梦想终于成真。收集到的鱼类将通过运鱼车和运鱼船转运至上游，安全地放流回金沙江中。鲈鲤过来了，你看很灵活啊，那个是起口，它往角落里跑了。当我们看到鱼类在游动时，又能重新回到属于它们的上游江段，我们参建各方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我们创新的尾水集鱼系统是成功的，是可行的，能够尽可能的减少因修筑大坝对鱼类阻隔的影响。这说明我们的努力，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
静谧江边。江华已在这里工作6年。这6年来，除了一起共事的科研工作人员，每天跟他打交道的除了鱼，还是鱼。水电站的建设改变了一些鱼类的生活的条件，比如水流、水温、泥沙含量等等。所以我们建立鱼类增殖放流站，人为的创造满足这些鱼类生存发展的环境条件。一方面使这些鱼类的种群资源在人工条件下得以延续，另外一方面，我们放流部分鱼类回归自然水体，使自然资源得到补充和发展。为扩大金沙江下游珍稀特有鱼类的种群数量，增殖放流站的科研工作者对关键性技术难题进行集中攻关。全长27厘米，体长然后24厘米。好。我们所保护的这8种鱼类，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这个地儿山高水远，以往的研究很少，所以我们的工作基本上是从零开始。那么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研究与摸索，我们知道这些鱼类的习性和要求，就像我们人一样，性格一样，也是千差万别的。那么其生活的环境差别很大。经过长期潜心研究，科研人员逐渐摸清了金沙江下游几种珍稀特有鱼类的生物学习性和繁殖特性。然而，要想实现大规模人工增殖放流，依然无法一蹴而就。因为工作条件艰苦，生活环境简陋，江华在增殖放流站工作3年后，便可调职去其他工作地。2020年，3年年限已满，江华却并不愿离开。还未达成的目标放不下，朝夕相伴的鱼儿更是舍不得。尤其是鱼儿即将产卵的关键时期，江华团队甚至不分昼夜地牵挂着待产的鱼妈妈。把鱼鳃翻一下。右边准备好了啊。45度角，打开一点。新生命的孕育，最需要耐心和细致。亲鱼的催产，受精卵的孵化，鱼病的预防，一系列技术难点陆续取得突破性进展。如今，增殖放流站已经先后攻克了旗口裂腹鱼、鲈鲤、圆口铜鱼、长鳍本居、长脖鳅的人工繁殖难关，使这些鱼类资源的增值成为可能。当人工繁育的鱼苗成长规格达标，它们将从育儿中心毕业，离开增殖放流站，放流至金沙江中。自2014年底增殖放流站投入运行以来，共计放流鱼类数量已超过78万尾，而江华团队还在探索更多人工繁育技术的突破，朝着每年放流105万尾的新目标持续前行。我是1985年参加工作，一直就是从事珍稀鱼类的保护与研究。说实话，我很喜欢和鱼类打交道。一转眼30几年也过去了，
那么我们所工作的地方一直是远离了城市的喧嚣与干扰。我还有2年也就退休了，我有一种置身朝夕的感觉，希望抓紧时间，在最后不多的工作时间内，能够解决1个到2个的问题，对珍稀鱼类的保护也算是尽了自己的一份力吧。鱼类保护除了在鱼身上攻克科研难关，鱼类的栖息生境也是重要的突破口。为此，三峡集团专门建立生态环保智慧管理平台，合理调度生态流量，并保障水电站下泄水温，满足鱼类在产卵期间特殊的需求。尽管这些举措会牺牲部分发电效益，但对于水生态系统的保护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乌东德、白河滩2座巨型水电站也是绿色工程、生态工程，从集鱼到这个集运使得整个鱼类生态的保护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在国内外第一次建造成功了，所以这个工程是环境工程的示范工程。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每向前迈进一步，都影响广泛而长远。建成一座水电站，保护一片环境，造福一方百姓。水电开发对于白河滩水电站呢是一个超级工程，而猎狐风虎呢又是一个体型比较小的一个迁徙鸟类，所以它们2者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一般人是很难想到的。为保护利猴风虎的工作提供专业支持。
啊，上次拍照了啊，我记得是好像过桥以后大概右转。但因为适合其营巢的沙质崖壁分布有限，还需要为立侯风虎开辟合适的新家安置点。最熟悉江畔土地的人，莫过于曾在这里耕种的村民。前面一点就到了，最前面一点。就这里啊？前面一点。哦，就这个位置哈。请他们帮忙寻找与旧营巢地土质环境相似的地点，无疑是最高效的途径。看这里、那里、这一片都是像那个沙子，一片都是。这块面积挺大的。这个中间这个范围内多一点。经过比对土壤硬度、含沙量等指标，在被遮盖的旧营巢地上游约4公里处，立侯风虎安置点被确定下来。这里在825米蓄水位以上，综合考量距离、周边环境等因素，都是立侯风虎安全异地搬迁的理想区域。随后，在当地林草部门的积极配合下，施工人员在此处开挖出大约7米高的垂直剖面，模拟出天然崖壁的形态。但是会不会来，能来多少，这都是一个未知数。虽然我们也知道它不会马上立刻就来，但是我们还是很期待，所以3天2头呢就跑过去看一看。好，这边这个，好，下面啊，当地老百姓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呢，也表示说极大的关注，都希望这个立侯风虎啊能够马上在新的环境中来安家繁殖。立侯风虎颜色艳丽，体态灵动，有人称其为中国最美的鸟类之一。它们身材虽小，胆子却不小，喜欢在村民的果园中捕食飞蛾、蜻蜓等昆虫，和人类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村民们习惯了每年夏天与这些小家伙为伴，也盼望着今年还能见到可爱的它们。挖掘完工后的第3天，柳江惊喜地发现，崖壁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圆洞，第1只立侯风虎在这里安家了。第3个、第10个，半个月时间，人工开挖的崖壁上已经有了100多个巢穴。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个数字还在持续的增长。人工建立营巢地的方案得以验证，立即在多处推广应用。前后开挖出的近12000立方米土方，也被用于道路施工等工程建设。它用挖机把它坡度要大一点、陡一点，这个鸟更喜欢在上面打洞，就是接近90度，它更容易做窝。这个鸟。淹没区内的立侯风虎成功乔迁，淹没区外的旧屋改造也在进行。立侯风虎迁徙过来以后呢，会在它的旧巢区附近呢打新的洞穴进行繁殖。那么旧的洞穴呢，由于这个杂草的生长或者下雨流水的侵蚀呢，已经不太适合使用了。但是干热河谷区这个水土保持的要求，又决定了不能够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开挖，也就是说不能够为它提供大量的人工的崭新的这种生境。那么对旧巢区的这个清理和改造就是一个比较可行的一个途径了，比如包括对它这个旧巢区的巢穴表面进行一些轻微的挖掘，然后对杂草进行清除，形成一个裸露度比较高的崖面。这样一方面就是给风虎提供了这个比较多的选择的空间，就是尽可能的减少对当地农业用地啊、人居环境的影响。那么实际这样做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时至5月，立侯风虎已经在新家中产卵，不久后，破壳而出的幼鸟就要跟着雌鸟学会飞翔，再返回南方的栖息地。在那之前，陪伴它们的将是白鹤滩库区蓄水后的高峡平湖风光。东川的这个石团，立侯风虎的石团里面能看得到什么呢？我们这个东川的样本，我发现这个食物残渣里面蜻蜓的翅膀占的这个比例比较大一点。目前呢，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去保护它的集青营巢地。另外呢，我们还在对它的食性和行为在开展研究。食性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对它的食团进行形态分析和分子检验，想要明确它的确切的食物种类，这样我们能够倒推和繁衍它的食物来源，为我们下一步去恢复和重建立侯风虎的实验地提供理论指导。行为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想要搞清楚它的日常的活动范围和它的活动节律，可以为我们下一步它的保护面积的规划和功能布局提供数据支撑。总之，我们想要通过我们的保护，让立侯风虎在这个区域能够吃得好、住得好，一代一代繁衍下去，这样才能达到季风气候影响，金沙江流域降水年内分配极不均匀，旱季普遍炎热干燥，雨季降水量大而集中。因流域内地质环境条件复杂而脆弱，陡峭的岸坡冲蚀严重，历史上便是地质灾害的高易发区，威胁着两岸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器材雷达准备好了，无人机准备好了，资料准备好了。蒋树与同事正火速赶往宁南县齐罗沟镇。就在10几分钟前，当地村民发来的消息，白鹤滩库区沿岸一处山坡上发现裂缝，裂缝的具体情况尚不明确。崔工，老乡已经把这个裂缝的定位已经发给我了。我看了一下，大概是在齐罗沟沟口左岸的这个边坡上。老乡觉得可能有点危险，这块的地质条件你们了不了解啊？是这样的，这个地方呢是碎石混合土边坡为主，然后去年这块好像是有一条裂缝，不知道老乡说的是不是同一条？这一片有没有什么这个人员活动啊，或者是什么基础设施呢？那附近好像就有个养殖场，耕地那些都没有的。大家做好这个爬山的准备吧，一会儿。为守护库区居民安全，防治金沙江下游江岸地质灾害，三峡集团于2013年专门成立了地灾防治部门。停！有石头！蒋树自入职以来，不知有多少次像这样赶赴现场。赶紧上车！常年奔走，蒋树团队已对白鹤滩库区内大大小小的道路驾轻就熟。然而，在任务面前分秒必夺。如今仅半个小时的路程，都让蒋树觉得格外漫长。每年的6到10月，汛期随雨季而至，
这是蒋述和同事们丝毫不能松懈的5个月。裂缝的出现，可能意味着山体结构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必须及时采取措施。你好，老乡。你好，辛苦你了，辛苦你了。不辛苦不辛苦。我们从这里下去，翻一个。车行至山脚下，要到达裂缝所在处附近，只能徒步前往。而他们脚下是一片可能已松动的山体。对于蒋述和团队来说，行走在地质灾害易发区是工作的常态。但比起脚下可能出现的危险，他们更在意的是那一条未知的裂缝。这儿裂缝，你看一下，就这儿。好的，我们观察一下。宽度大概是30公分，这个地方深度大概是50公分。经过现场研判，初步判定，这并不是新产生的裂缝。在2020年进行地灾隐患点普查时，就已经记录在案。南北向的，挺东的。这边的话是我们这个今年刚刚测量的。通过对比以往的监测数据，确认该裂缝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蒋述悬着的心终于放下。老乡，我们在这个裂缝的2边啊，都给它钉一颗钉子哈。大概是垂直的一个方向。好的。你定期的话用卷尺测量一下2颗钉子之间的距离，好吧？可以。然后你注意记录一下，如果说这条裂缝有发展的话，你要及时的报告给我们，好吧？行。有时候是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虚惊一场。但是我们还是很感谢这些村民。我们经常说，地灾防治没有单打独斗的英雄，你一天再能跑，你又能跑多少个地方嘛？所以还是要靠库区的这些群众给我们提供信息，我们来做现场调查和技术分析，来守护他们的安全。像是输入的有机盐，这边大概盐层是什么？对，这边盐层主要就是板盐和纤维盐。2021年8月4日，白鹤滩号地灾防治工作船正式下水投入运行，地灾防治工作实现了海陆空多维立体监测，库岸巡查的效率再次升级。从这2张照片的这个对比来看的话，我还看不出来明显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尽管如此，地灾防治依然是一个24小时待命的工作。我已经记不清有多久我的手机没有关过机了，养成了一个睡眠很浅的习惯。我们越警觉的话，我觉得就有更多的人能够过得更加的踏实。
自参加工作以来，王晓明已到过很多江河水电。1990年第一次到金沙江下游的景象，如今依然历历在目。2014年，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环境影响评价进入尾声。一直参与该项工作的王晓明，应邀来到三峡集团环保部门，为白鹤滩水电工程开展环保工作。我以前是做环评，主要就是对这些水电开发这些项目带来什么样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评价，同时要提出减免这种负面环境影响的一些措施方案。现在呢，就是主要去组织落实这些环保的一些要求，把当初图纸上和报告里边的这些环保的方案变成现实，而且能够看到他们发挥环境保护效果的话，觉得还是很期待的。这是一棵就是黄葛树啊，就是那一棵古树，这棵树也有100多年了。黄葛树是我们南方一个广泛分布的一个树种。对，那我们分头测一下，然后定个位。你们2位从这边上去测一下这个树的胸径。好，大家。时隔多年，保护金沙江两岸稀少的古树，成了王晓明新工作的内容之一。的话，其实它的生死就是我们的一个责任。为了保证这些上百年的古树都能存活，移栽的每一个环节都小心而谨慎。枝繁叶茂的树冠伸展开来，地下看不到的根系也伸展开来。为了实现树木的移动运输，需要对根部、枝干进行适当修剪，并将因修剪而损伤的部位保护起来。即便如此，修剪后的树木依然重达几吨。相对于水电站建设，我们移栽古树的话是相对简单的事情，但是这种简单的事情要做好它，也不容易。而且我们这种古树都是100年以上的树龄，它记录了我们环境一个长期的演变，我们俗称它是活化石。我们保护好古树的话，对于维护我们整个流域的景观的完整性，还有我们生物的多样性的话，具有重要的作用。
为系统规划白鹤滩水电站枢纽区的生态恢复措施，提升区域内景观格局，白鹤滩水电站枢纽区生态景观提升工程提上日程。2018年5月，美丽白鹤滩的设计构想第一次被正式提出。白鹤滩水电站作为一个巨型电站，它工程的宏大形成了独特的工程美。地处干热河谷区域，结合工程的生态美，打造工程的人文美。是超级工程，更是创新工程、绿色工程。2020年10月，美丽白鹤滩规划设计方案完成，生态林、植物园、展陈馆、文化主题公园，一处处生态文化景观将协同主体工程分期建设，因地制宜地打造出坝上、坝间、坝下3个景观分区，共同呈现彩霞润平湖、金沙观奇物的绝美风光。水电作为我国可再生清洁能源的主要组成部分，双碳目标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在水电开发过程中必须遵循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美丽工程、美丽河川、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和谐共生，生命脉动。目前，白鹤滩枢纽区生态恢复面积已达到394.62万平方米，环境保护专项投资总额超过28亿元。在保护区域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建设者们还在不断探索进取，让大国重器与绿水青山相得益彰。万里长江是一幅绵延在中国辽阔土地上的奇绝画卷，而金沙江下游的4座水电站，都是这幅画卷中神工艺匠的一